最近几天，如果你关注东南亚金融市场，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马来西亚令吉再次承压，对美元一度逼近 4.08 的重要关口。星期一盘中最低触及 4.0828 令吉兑1美元，对新元也在 3.15 附近震荡。很多媒体第一时间把原因归结于美国通胀数据，美元走强，中东局势升级。但真正让国际投行高盛发出警告的，却是另一个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问题。高盛在7月3日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未来几周，马来西亚连续2场重要政治事件，可能增加市场对于政治稳定性的担忧，从而令吉短期面临更大的波动压力。为什么距离投票还有几个星期，汇率市场已经开始反应？为什么资本总是比新闻更早行动？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每一次区域出现政治风险，国际资本重新配置资产时，新加坡几乎都会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今天，我们就从一份高盛报告开始，看懂国际资本真正购买的，从来不是汇率，而是确定性。首先，我们先看新闻。高盛发布研究报告指出，未来几周马来西亚将迎来2个重要时间节点。第一个是8月1日举行的森美兰州选举，第二个则是8月16日民主行动党全国代表大会。市场之所以关注，并不是因为一场州选本身，而是这些政治事件可能影响投资者对于未来执政联盟稳定性的判断。高盛在报告中强调，国民阵线在柔佛州选举取得比2022年更强劲的胜利，在总数56个州议席中狂扫48席，让市场持续关注国阵与希望联盟之间的关系，因为这2大联盟是目前政府中的主要执政力量。民主行动党方面，去年11月在沙巴州选举全军覆没后，今年2月宣布设下6个月改革期限。原定7月举行的特别代表大会，后来展延至8月16日，约4000名代表将表决党内领袖是否辞去正副部长、行政议员和关联公司高管等一切职务，仅维持继续支持团结政府的立场。这场大会的表决结果，很可能决定大选是否提前举行。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风险、国际油价波动、美国即将公布的 CPI 和 PPI 数据、美元走势的不确定性，共同构成了令吉面临的外部压力。据彭博社报道，霍尔木兹海峡12日几乎没有可见的通航情况，只有2艘油轮接近该海峡。布伦特原油涨至85美元。美国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就是说，现在影响令吉的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政治因素。对于外汇市场来说，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坏消息，而是不确定性。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认为等政府真的垮台，资本才会撤离。事实上，资本市场从来不是这样运作。金融市场交易的是未来，只要投资者认为未来半年可能出现政策变化、联盟调整、预算改变、经济政策重新修订，资金便会开始重新配置。所以，高盛关注的重点并不是预测哪一个政党一定胜出，而是在提醒市场，未来几周，政治事件可能提高市场波动率。这也是为什么，距离事件还有2-3周，令吉已经提前出现压力。资本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在给未来的风险提前定价。所以，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来了。如果国际资本开始重新调整亚洲资产，他们最先想到哪里？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美国，但对于亚洲资金来说，新加坡往往也是重要的配置中心之一。原因其实很简单，资本最看重4件事情：政策连续性、法治环境、货币稳定、金融体系成熟。恰恰这4项，也是新加坡过去几十年不断强化的竞争优势。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长期采用以汇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国际评级机构长期给予3A 评级，完善的法律体系、国际仲裁机制、成熟的财富管理行业，不断强化市场对于新加坡制度稳定性的信任。数据可以说明问题。截至2025年底，新加坡资产管理规模已升至 6.7 万亿新元。
新加坡已吸引数十亿乃至数百亿美元资本流入。伦敦智库 New Financial 的研究显示，新加坡已跃升为全球第5大金融中心。2026年3月，新加坡总存款额年增 7.2%， 达 1.64 万亿美元，其中非居民存款增加近260亿美元，外国存款攀升至6590亿新元，创下该数据自2021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摩根士丹利将新加坡描述为流动性避风港。新加坡管理了 6.7 万亿新元的资产，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国际，投资于全球和区域市场。因此，每当区域风险升高，国际资金往往会重新提高对于新加坡资产的配置比例。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资金都会撤离马来西亚。更准确地说，市场开始重新计算风险值多少钱，而新加坡则拥有较高的确定性溢价。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新加坡与柔佛之间越来越紧密的经济联系。近年来，双方推动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柔新捷运系统、产业合作、跨境投资，这些合作都建立在稳定、长期的政策协调基础上。如果未来政治讨论升温，市场自然会更加关注这些大型合作项目是否能够按照原定节奏推进。柔佛州选举结果出炉后，国阵以压倒性优势再次执政。国阵兼巫统主席阿莫扎西虽然保证会继续在团结政府与西盟紧密合作，但马来西亚政治学者潘永强分析认为，这个选举结果会让国阵和西盟在团结政府的合作出现质的变化，马来西亚可能被迫提前大选。当然，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项目会发生重大变化，但对于资本来说，是否存在变化的可能性，本身就是需要重新评估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政治新闻最终会反映到汇率市场。很多人认为新加坡吸引资本靠的是低税率，其实税率只是其中一个因素，真正吸引国际资本长期停留的是稳定。对于一家跨国企业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明年赚多少钱，而是明年规则会不会改变。对于一家家族办公室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收益率高几个百分点，而是20年以后资产还能不能安全。对于国际资本来说，收益决定赚多少，而确定性决定敢不敢投。这也是新加坡最重要的一项竞争优势。令吉会不会继续波动？未来几周，市场还将继续观察森美兰州选举、民主行动党全国代表大会、美国经济数据、中东局势的发展。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结果，但可以确定的是，国际资本不会等新闻公布以后才行动，他们会不断根据风险变化，提前调整配置。而新加坡之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成为国际资本的重要选择，靠的并不是运气，也不是短期政策，而是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制度信誉、法治环境以及市场信任。当世界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时，确定性本身或许就是最昂贵的资产。那么，如果你是一笔国际资金的操盘手，面对区域政治不确定性，你会把资金放在哪里？是留在原地等待结果，还是提前寻找一个更确定的地方？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